你就一做小白脸的，直说不就完了吗？他说那个女人年纪比较大，快40岁了，他不喜欢那个女人。他说他们之间只是各取所需、相互利用、利益的关系。油头粉面，骗财骗色，连学生的钱都骗，恶劣到极点。其实我希望在他面前表现得大方一点，我希望他觉得我能高其他女孩一等，因为他人缘很好，也有很多女孩都喜欢他。对于伤害自己的人的原谅，一次是善良，2次是包容，第3次就是犯贱。人做事儿做得太过分之后，老天爷都看不顺眼。这个被嘉宾骂是小白脸的男人叫小涛，穿红色裙子的女孩叫佳佳，他口中40岁的少妇是包养小涛的女人叫小红。3人的关系很是复杂，要从这个花心男小涛说起。读懂女人心理需求的他，经常游离于多个女人之中，小红就是其中一位。住小红的房子，有的时候也开小红的车，每个月小红都会给他生活费。小涛被包养的日子，每天都过得很是舒坦，住人家的房子，开人家的车，还时不时的作妖，跟红姐闹小脾气分手。每次不管2人吵架多凶，到了最后都是红姐主动认错和好。有一次红姐在他面前抱着他哭，跪在地上认错。也许就是红姐的娇宠，让小涛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。这次2人吵架后，红姐因为重要事情必须出差，就没有主动向小涛求和。短暂的分离让小涛更加的放纵，每天出席各个酒吧玩耍，认识了佳佳这个女孩。她是填空的是吗？自从认识了佳佳，小涛就经常喊她出来玩，不管是酒吧喝酒还是饭店吃饭，都是佳佳掏钱。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，小涛对佳佳并不是认真的，可傻女孩却不这样认为。我第一次见他，我觉得他像一道光，很耀眼。真不愧是情场高手，第一次见面就能让小姑娘把他形容成一道光，甚至不惜把人和钱都送给小涛。真不知道这样的男人样子也不帅，怎么就能把这姑娘迷成这样。佳佳表示，2人一起出去玩，不管是去酒吧还是去宵夜，小涛都会很细心的对她。他会把胳膊架在我身后，不愿意让任何人碰到我，撞我一下。小涛还会时时刻刻的都牵着佳佳的手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一对。每次吃饭，他都会温柔的问佳佳：“吃饱了吗，宝贝？要不要再弄点好吃的？”小涛的处处细心，让佳佳完全沉溺在爱情的甜蜜中。面对如此细心的小白脸，屏幕前的您会爱上他吗？会的请弹幕333，不会的请弹幕555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们接着往下说。有一次晚上，小涛说自己看恐怖片害怕，就邀请佳佳来红姐家里。傻姑娘想都没想的去了，却还不知道这是情敌的家。去了之后，我看到他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画，是一个女人穿着比基尼，只露着后背，脸是侧脸的1/2，就是怎么看都看不清长什么样。我说那你知道画上这个女的是谁吗？是明星吗？他说不知道啊，不认识。小涛的一句不知道不认识，佳佳就相信了那是普通的装饰画。直到后来跟小涛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从他朋友的口中得知小涛是有女朋友的。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佳佳突然觉得自己被骗了，拿着包就走。可是小涛却马上追上他，辩解地说：“我们2个不可能，我们不会有结果的，我们只是各取所需。”小涛又开始欺骗佳佳，说他早晚都会从红姐那里搬出去的，请佳佳给他点时间处理。其实小涛身上的衣服、住宿，包括零花钱以及生活费都是红姐给的，他根本不可能放弃红姐这个免费饭缸。是吗，兄弟？我经济紧张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些钱。他说的是每个月都给，那个没有。被包养就被包养呗，还在这里嘴硬辩解。不知道他的那个红姐看了节目后还会不会继续包养他？这个红姐到底知不知道佳佳的存在呢？他也跟我闹过，也跟我吵过，但是他呢还是比较大度的。小涛表示自己外面的朋友很多，不管男的女的都有，经常在一起吃饭或者去酒吧玩耍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。真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，脚踏2条船，还在这里义正言辞地说很正常。不管是我还是他，我们只要不做出太出格的事儿，他也不会去管我。赵川都很气愤地问小涛，那佳佳是否算是出格的事呢？小涛不仅没有任何的愧疚之心，还直言他与佳佳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和红姐短暂的分手了，只是后来他还是选择了红姐，直接放弃了佳佳。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分手2个字。小涛嫌弃的眼神看着面前哭哭啼啼的佳佳，
再三的表示他与佳佳已经很久不联系了，事实上他们已经算是分手了。内心苦闷委屈的佳佳哭着说，只是小涛单方面的不跟他联系了，他每天都有给小涛打电话发短信。你接了吗？你回了吗？但是你每天10几个电话，几十条短信，对我只是抱怨跟猜疑。赵川看不惯小涛不负责任的态度，直接问他目前两人到底什么关系。小涛想都没想的回答是好朋友关系。赵川没想到这个人这么的不要脸，就问他曾经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俩曾经是有一段时间是交往过。小涛明确的表示他与佳佳已经分手，已是过去式，并且还声明当初他不是脚踏两条船，当时他与红姐是短暂分手的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他不是这么说的。他说那个女人年纪比较大，快40岁了，他不喜欢那个女人。他说他们之间只是各取所需、相互利用、利益的关系。小涛看佳佳把什么都往外说，很多话语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形象。小涛再三解释，他与红姐之间并没有什么利益关系，只是自己住在红姐家里而已。他还肯定地说，目前的女友是比他大10岁的红姐。赵川实在看不过去了，请出这件事情的见证者。来，有请小涛的好朋友，来，有请。小邓走上舞台，再三表示他是小涛的好朋友，他从头到尾的见证了小涛与红姐与佳佳感情经历的全过程。也许作为旁观者才能把事情看得比较彻底。他们两个认识的时候，他确实是跟红姐那段时间是分手了，然后红姐去外地了。那什么时候小涛的红姐又回来了呢？差不多半个多月以后吧。赵川问小涛什么时候与红姐和好的，小涛则很自豪地说红姐回来后就和好了，说红姐发现自己做错事以后就哭着求着的要与他和好。我比较心软，然后就是没分成就算与红姐没有分手成功，但当时的小涛的确已经脚踩两条船了。他并没有选择马上与佳佳说明此事，更没有向红姐坦白还有一个佳佳。小邓很沉重地说，在小涛与佳佳开始恋爱1个多月以后，佳佳基本上每天都会给他打一个电话。赵川纳闷地问，人家姑娘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呢？从刚开始我们感情非常好，到慢慢不知道为什么他变得对我越来越冷淡，他不接我电话，不回我信息，我没办法，只能给他的朋友打电话。佳佳叙述，他与小涛是4月份在酒吧认识的，6月份正式成为情侣关系，9月份的时候小涛就对他爱答不理的了。小涛都说红姐是他目前的女朋友了，而佳佳却还在想着第一次见他的美好，还有他们热恋时小涛的温柔，看得涂磊老师都直接插话。第一，他跟红姐分手之后还住在红姐家是吗？是。第二，红姐一直稳定的给他每个月生活费是吗？这个不一定。好，第三，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这个女孩买单是吗？包括你们跟她一起吃饭？有时候我买，有时候他买。谁买的多？相对来说佳佳会多一点。小涛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白脸，一边被比他大10岁的红姐包养着，这边还不老实的沾花惹草，干什么都让佳佳买单。小涛到底有什么魅力，让2个女人这么的迷恋他？佳佳与他恋爱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为小涛花的钱他自己都记不清了。问家里人要了多少钱吧？10万块钱。为了能与心爱的男人在一起，佳佳不断的向家里人要钱。在学校宿舍，她几乎不花什么钱，为了省钱，她在饭堂都是什么便宜吃什么。付出了这么多，换来的却是无情的分手。他跟红姐谈了多久了？差不多2年吧。红姐特别喜欢他吗？是的。小涛与红姐在一起，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。每次吵架不管是谁的错，最后都是红姐向小涛认错说好话。小邓表示，可能是因为红姐岁数大了，比较珍惜所拥有的。作为朋友，小邓都觉得小涛在这段感情上做得太过分了。佳佳真的很爱你，所以我觉得你挺自私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经常就是整宿的失眠，然后半夜哭着给我打电话，就想通过我了解一下你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联系他？小邓都看不过了。佳佳是一个人来北京学习钢琴的，为了能与小涛一起去酒吧玩，白天他根本没有精神上课。为了能够跟得上小涛的消费，他经常骗家人要生活费钱。其实他真的挺难的，佳佳，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放弃了，放手吧。你现在最主要的是完成你自己的学业。赵川看小邓挺讲道理的，就问他：你们一大堆朋友一起吃饭、酒吧玩耍，为什么让人家一个还在上学的小姑娘买单呢？
小邓也很无奈，每次都是他们私下买单了，他也是今天才知道都是佳佳买的单。其实并不是我真的是很爱花钱，只是我希望在他面前表现的大方一点。我希望他觉得我能高其他女孩一等，因为他人缘很好，也有很多女孩都喜欢他。有很多女孩喜欢他，确实。佳佳与小涛在一起的时候，曾经无意间看过小涛的短信与微信，像佳佳一样对他死心塌地的人还有好几个。强烈的危机感袭上心头，佳佳以为只要不断的给小涛花钱，用心爱他，就可以得到小涛的心。直到现在，他还想问小涛要个准确的答案。你是想要和我继续走下去，还是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？小涛看着如此卑微的佳佳，没有心疼，没有怜悯，他只是再三强调是他对不起佳佳，觉得非常的抱歉，也知道佳佳为他付出了很多。今天之所以参加节目，就是想在这里给佳佳一个交代。既然我们已经分手了，然后我希望以后还可以做好朋友。听到自己爱的男人说要跟他做朋友，佳佳的心就像被刀插进去一样的疼。她哭着说，不能和小涛做普通朋友，要么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，要么就和佳佳在一起，以后不要太花心。佳佳回忆起她在宿舍的状态，就泪流满面。我晚上会特别想他，我睡不着觉，我就一边听音乐一边哭。我因为他我撒了好多谎，我不是一个喜欢撒谎的人，我要骗家里人，我说我在北京课多，所以消费多，所以就跟他们要生活费，又骗我教授，我现在都不敢去见我教授，我跟他说我生病了，我不能上课。现在的佳佳觉得自己对不起好多人，她甚至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明天，她看不见任何的希望，干什么都没有了动力。小涛是佳佳的初恋，这次他伤得太深了，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我不求他任何，只要他能跟我在一块儿。你给这姑娘下了什么药了？不仅是赵川，全场的观众以及嘉宾都很纳闷，小涛到底给这姑娘下了什么药，让她如此丢魂似的付出，还不要求有任何的回报，只要小涛不走就行。而小涛呢，却一再的强调与佳佳做朋友其实挺好的，做男女朋友真的不合适。赵川气不过的问，像佳佳这样的女性朋友，你到底有多少个呢？一个，只有他一个啊，只有他一个。刚才你哥们儿不是说还有3、5个呢吗？像那种只是他们对我怎么样，但是我话费，你就一做小白脸的，直说不就完了吗？陆然老师的一句话得到全场观众的认可，全部用掌声表示支持。大家都看清楚小涛的为人，就只有佳佳还在原地陷在里面不愿出来。他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完全没有感觉到我很卑劣或者我很龌龊，他完全没有这个感觉，所以他站在那边的时候气宇轩昂，油头粉面，骗财骗色，连学生的钱都骗，恶劣到极点。像这么单纯的姑娘，好好的跑到北京来学钢琴，几个月骗走10多万，还不算正儿八经的要从他身上骗钱。正儿八经要骗钱，那个人住在人家家里还不知道花人多少钱呢。所有的姑娘，我跟你们说一句话，千万不要成为男人的提款机。陆然老师一语点醒梦中人，说的这么直白，真希望佳佳这个傻姑娘能够听得进去，明白嘉宾老师的一片好心，大家都想把她拽出这个黑潭。对于伤害自己的人的原谅，一次是善良，2次是包容，第3次就是犯贱。没有独立的财政，就没有独立的人格；没有独立的人格，就不会有完善的审美。你们的审美是扭曲的，你不过是看到了他的外表和他对你的甜言蜜语，却永远看不到他对你的忠诚。像你这样百般的去倒贴，回来落得个这么样的一个下场，除了家人把你当宝，别人都把你当抹布。算了吧，总有一天你跟红姐一样，抱着她跪在她面前，向她哭泣的时候，她再问你一句：“你还有钱吗？”那个时候你才想掉头离开。涂磊老师一针见血地说明其中的道理，全场的人都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佳佳，希望她能想明白，不要再为小白脸伤心付出了。看着佳佳还在犹豫，涂磊老师狠狠地看着小涛，最后再唤醒佳佳一次。你现在所面对的这个男人，就好比他在抽你父母的耳光。你看你生了这么蠢的女儿，养了这么蠢的女儿，我想骗她我就骗她，你拿我怎样？
抽他父母的血，是啊，吸内骨髓。所以我搞不懂你为什么到现在态度还不能决断？赵川着急的给佳佳比喻，如果现在只要给小涛跪下，他一定不走。你跪吗？不会，为什么不跪啊？愿意跪吗？愿意。你现在不就跪着呢吗？虽然佳佳口中说着不跪，其实真的像赵川所说，他一直都是在跪着，祈求小白脸不要离开。所有的嘉宾都只是想帮他站起来，不要活得这么没有尊严。也许佳佳的父母、亲戚朋友、老师校友都在收看这期节目，这下佳佳彻底的清醒了。面对镜头，他首先要给室友说对不起，人家早就告诉过他不要轻信小涛。再就是对不起他的老师，一直以来都是称病欺骗老师，没有好好上课。内心愧疚的佳佳表示，回去之后一定好好学习，补上落下的课程。还有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爸爸妈妈。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是我不够成熟，是我想的不对，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。为了让这个傻姑娘彻底清醒，赵川让她走到小涛的面前，告诉她以后不管怎样，再也不会上她的当了，然后再转身离去。赵川鼓励佳佳勇敢一下，不要害怕，早晚都是要面对小涛的。现场所有的观众都为他喊加油。怕什么？看着他眼睛说，没多帅，有多帅啊？我想跟你说，对于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对也好，错也好，我真的已经尽力了。今天既然来到这里，现场的专家老师也跟你说了这么多，放手吧。我也希望你尽快走出来，重新开始你自己的生活。往那边走是离开这个现场，是一条生活的大道；往那边走是继续等待，准备被他欺骗。你自己选择一条路，随你便。屏幕前的您，如果您是佳佳，你会如何选择呢？选择离开请弹幕666，选择留下继续等待请弹幕888。欢迎关注小菠萝，我们下期再会。我决定放弃。一帮蠢人！我说我们呢，涛哥最分你，人家假我们之手，把一个很麻烦的事儿给甩了，涛哥特高兴的。回吧。